若是阿英要回云梦，也希望启仁兄将阿英留在云深。蓝启仁连忙起身，扶起魏长泽的双臂，疑惑道：“长泽兄，不让魏婴回云梦是何故？”因为云梦不利于阿英的成长。魏长泽顿了顿，还是接着说道：“江宗主或是当年我和藏色身亡的主力之一。”蓝启仁从未想过当中竟有如此秘闻。若是如此，蓝启仁神情严肃了几分。长泽兄放心，云深不知处污渍还是够的。启仁兄，先不要告诉阿英，有些事我还要去验证一下。好。当魏长泽离开雅室，路过藏书阁时，只听得里面传来一声怒气满满的滚字。魏长泽一个侧身躲入暗处，只见魏婴轻快地跳出藏书阁，一边跑着一边捂着肚子大笑。不远处的林子里已经有一群少年翘首以待。修仙之人耳聪目明，魏长泽听得阿英竟将对方的书籍换成春宫图，还沾沾自喜，一时语塞。孩子太皮，怎么办？在线等。那个说给阿英收尸的就是最后围剿乱葬岗的主力，嘴巴如此毒辣，学生母学了个8、9成像。魏长泽看着阿英和江澄勾肩搭背，一脸哥俩好的模样，谁又能想到以后会成那般局面？只是不知阿英在乎江家到了何种地步，要断就得断干净。魏长泽的脑海不断地思考着对策，那群少年已经走远而未发现。魏长泽往藏书阁里面看了一眼，结果只见那小少年红着耳朵将一张画像郑重地放入盒子内。所以那声滚是修的吗？魏长泽感觉可能自己根本不需要做什么月老工作。阿英像他阿娘，自己就够了。只是他们现在太小了吧？月上柳梢头，云深不知处笼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雾。静谧的山间偶尔传来几声鸟鸣，2、3个白衣少年执灯穿梭于白雾之间。魏长泽一个跳跃间悄然来到了魏婴的房里，只见魏婴手里抱着佩剑坐在墙角睡了过去。带着婴儿肥的3岁阿英与眼前抱着佩剑的少年重合在了一起。魏长泽微微弯下腰，轻轻地摸了摸魏婴的脑袋，左手点了点魏婴的睡穴，使其睡得更加安稳。魏长泽轻叹一声，将蜷缩在墙角的阿英放置在床上，掂起一旁的被子盖在阿英身上。魏婴紧闭着双眼，时不时嘟囔2句，一个翻身便将盖在身上的被子踢了下去，抱紧佩剑的双手也慢慢松了下来，后成一个大字躺着床上。魏长泽捡起踢落在地的被子，再度覆盖上少年略显薄弱的身躯，转身离去之时，听得一声阿爹，僵硬了身体。魏长泽回头发现阿英仍是熟睡，一声阿爹不过是梦魇之语罢了。魏长泽坚定地看着阿英，阿英，我们很快就会相见了。随后转身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中。我怎么睡到床上了？魏婴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嘀咕了2句。得了吧，哪回来在床上的不是你？江澄在一旁习惯性地呛了2句。魏婴未去理会江澄的话语，只感觉昨晚睡得特别好，竟然梦到了许久未见的阿爹。虽然样貌仍是模糊不清，可那种有家人都感觉真的很好啊。没想到小古板的威胁还有这种功效，下次多逗逗他，一箭双雕。魏婴想着，便神清气爽地从被窝里爬了起来，飞快地洗漱一番。而后得知蓝启仁去了清河开清谈会，没空管他们，心情更达到了一个高峰，笑容比平常仍是灿烂了8个度。魏婴看着蓝氏双臂要一起去除祟，便嬉皮笑脸地喊着蓝湛带上他，一副哥俩好的模样，仿佛昨天的事件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。蓝湛看着一脸灿烂笑容的魏婴，心咚咚跳震的耳朵疼。蓝湛扭过头，对着蓝曦臣说道：“兄长，为何带上他们？除祟并不宜玩笑打闹。”蓝曦臣看着一脸闹别扭的蓝湛，心里暗叹忘机果然在意魏公子，便回答道：“江宗主的首徒和独子在云梦素有名气，又怎么只会玩笑打闹？”看着忘机不敢苟同的表情，蓝曦臣笑了笑，逗道：“我看忘机十分想让江家大弟子去，我才答应了的。”蓝湛听着兄长的调侃，不禁红了耳朵，冷言道：“不曾。”魏长则记得阿英戏弄蓝家2公子之后便是水行渊，事故早早就候在了碧灵湖边。当湖中央形成巨大的漩涡，巨大的风力欲将那些少年往下拉。魏婴遇见紧紧抓住姑苏蓝氏的一名正在下坠的弟子，
红色的发带连同发丝在风力中疯狂旋转，糊了魏婴一脸。随便的剑身忽的一晃，那名弟子身下传来巨大的吸力，险些将魏婴从剑上拉了下去。魏长则将自身灵力凝出的灵石直直朝着魏婴掷去，不再去看结果。水行渊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也不是一个人就能解决的。从哪里还是回哪去的好。魏婴。蓝湛看着一颗闪着红光的物体直直地朝着魏婴击去，蓝湛加快御剑相助魏婴。由于物体过来的角度略偏，似乎只有蓝湛一人见到。魏婴看着红色的物体撞进体内，来不及感受什么，手里还紧抓着别人的手腕，正准备调转灵力升空之时，命运的后颈被蓝湛抓住了。魏婴委屈巴巴地说道：“蓝湛，你为什么揪我的领子？你这样我好难受啊，我手给你，拉我的手好不？”